Hi everyone，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1972年，被称为男人圣经的教父在美国上映，一经上映便引爆了全美，摧枯拉朽的拿下第45届奥斯卡的3项奖项。主演阿尔帕西诺也一举夺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接着，教父2、教父3，这位沉着冷静又坚强的二代教父形象愈发深入人心。同一年，另一位奥斯卡影帝悄然出生，似乎冥冥之中偏有注定。30年后，安德林·布洛迪凭借《战地情人》问鼎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大高个，下垂眉，惺忪眼，这是一张温和阴柔而充满才气的脸。他哀伤、脆弱、性感，这是大部分人在《战地情人》中看到布洛迪的第一印象。人们好像在他身上看到了帕西诺的影子。同样的颜值不高，却气质非凡；同样的历经磨难，却坚强刚毅。他们把我跟阿尔帕西诺相提并论，对此我真的很感激。只不过，实际上我更喜欢被形容为安德林·布洛迪，而不是新阿尔帕西诺。布洛迪这样回应，辩驳着自己有独到的魅力，而回看他的一生，便是最强有力的证明。安德林的母亲是一位著名摄影师，父亲是一名画家。从小到大，他一直被母亲的新闻照片包围着，无论是浴室、走廊还是 CD 架上，都挂满了冲好的照片。父母带给他的是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洞察力和一副充满忧郁神采的动人面容。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自幼耳濡目染，必然会沾染上表演的欲望。在1985年，12岁的布洛迪第一次登台演出，在一次儿童聚会上表演了魔术。或许是这次经历让母亲西尔维亚看到了布洛迪的天赋，又或许是在大量的家庭照片上看到了布洛迪的表演潜力。于是母亲不断鼓励布洛迪去参加各种表演班，鼓励他去表演学校学习。在表演培训班，布洛迪成为20个女生班级中仅有的3个男孩之一。正是在训练期间，让布洛迪觉得自己很擅长表演，表演成了情绪的出口，他萌生了演戏的想法。安德林的艺术天分从家庭萌芽，在艺术院校成长，这些资本让他快速地摸到了表演的大门。我的朋友没有这样的家庭氛围，也没有我这么幸运。他一直怀着感恩的心来慢慢实现自己的梦想。1988年，15岁的布洛迪就已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里担任演出了，但这一切都太快了。似乎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中的布洛迪没有做好成为一个演员的准备。于是他第一次沉静了下来，回到了大学学业中。1993年，20岁的安德林·布洛迪迎来了自己演艺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参加了当时备受瞩目的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山丘之王》的拍摄。他那不带一丝表演痕迹的出色演绎，为自己赢得了一片赞誉声。这样一个幸福的开始令他欣喜不已，片约也开始纷至沓来。他研究好每一部剧本，倾心投入，演技绝佳，但每部影片却屡屡有种推败的趋势。1998年，布洛迪获得了一次新的机会，泰伦斯·马利克大导演注意到他，让他出演《红色警戒》这部获得71届奥斯卡奖7项提名的大片。不幸的是，如此努力的他却成了最大的倒霉蛋。安德林出演的法伊夫下士经过无情的剪辑后，在电影中只是一闪而过，这让他失望至极。没有放弃的他，反而以更加积极方式去争取表演机会。和那些大导演合作，没有一次是他们主动看上我的，每部影片都是我苦苦争来的。年轻时期的安德林就是这样的艰难，如此沉寂了10年，尽管戏份不多，却是加倍努力。之后的《山姆的夏天》、《飞扬的年代》、《面包与玫瑰》等每部都是一次新的尝试，但机遇仍然未到，没有显山露水的痕迹。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交了一个女友，混血模特 Lisa， 后来成为了香港当红小生吴彦祖的妻子。他不放过每一个可能属于他的机会。2002年，在报纸上看到《战地情人》的主演招募广告后，安德林卖掉自己的车子和房子，只身来到法国，做了人生最大的一次赌注。千里马终被伯乐赏识，大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看中了他忧郁绵延的气质，让布洛迪成为了《战地情人》的主角。为了演好《战地情人》的角色，他每天至少练习4小时的钢琴，不仅学会了肖邦，还学会了波兰语。与此同时，
本就十分精瘦的她开始疯狂的绝食，整整减掉了30磅的体重，185的身高，最后只剩下区区的116斤。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电影中那个因为食物缺乏而极度消瘦的战地情人形象。如果说苦练钢琴、节食减肥是高强度的体力付出，那么布洛迪在心理层面上的准备则更加走火入魔。为了更加贴近那个孤立无援、垂死挣扎的战地情人，独身一人来到法国片场后，他切断了和家人朋友的一切联系，甚至不惜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分手。与世隔绝的孤独和心理压迫，疯狂节食后的强烈饥饿感，每天在片场面对的高强度表演压力，布迪硬生生地让自己陷入了如同战地情人的绝境。阿德里恩·布劳迪用他那无可挑剔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展示出的那种绝望之感，最终掠获了广大观众的心，而他自己却用了整整半年才走出这场长达1年多的自我折磨。凭着近乎完美的表演，2003年29岁的布洛迪站到了奥斯卡的颁奖现场，取代理查德·德莱福斯成为历史最年轻的影帝。小金人被牢牢地攥在手里。作为对手的杰克·尼克尔森、丹尼尔·戴·刘易斯、迈克尔·凯恩和尼古拉斯·凯奇这4个过往的影帝为他鼓着掌。第一位黑人影后哈利·贝瑞站在自己的身边。柯达剧院舞台上香槟色的灯光如梦如幻，现实与梦想的重叠猛烈催生肾上腺素。布洛迪一把抱住哈利影后，在舞台上激情拥吻，这一吻是对过往辛酸和获奖欣喜的宣泄。这个夜晚发生的一切必然成为他此生难忘的记忆。他在后来的采访里说，我每时每刻都处在一个十分黑暗、悲伤、残酷的状态，但我想尽最大的努力去感受他经历过的心情和绝望。除了睡觉，每一天我都处在折磨里。尽管这样的经历耗尽了我的身心，但我愿意为他付出代价。名利场本就风光，成为影帝的布洛迪对名利的拿捏分寸更接近于把玩。我渴望成名，成名不是一件坏事儿，它让我有更多选择剧本的权利。曾经有媒体说过，如果有什么能帮助布洛迪摆脱那个带着白袖章坐在钢琴前一脸悲情的钢琴师形象，成为下一个阿诺·施瓦辛格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不是因为获得过奥斯卡奖，布洛迪可能一辈子也得不到铁血战士的男主角。制片方绝对不会请一个皮包骨头来出演这部电影。握着影帝的头衔，加以增肥20磅肌肉的亮相，成功的让制片方打脸。拿到铁血战士的主角，代表着与阳春白雪式的文艺片划清界限。因此，奥斯卡对于布洛迪更多的像是一个工具，用来减轻压力。以往不能如愿的角色，都可以依靠这个来帮他说话。从获得奥斯卡奖以后，布洛迪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在沙马兰导演的《阴森林》中，与瓦昆·菲尼克斯搭档，扮演其中的智障人士诺亚·珀西。在2005年，以1000万美元的片酬出演彼得·杰克逊执导的商业大片《金刚》，又与凯拉·奈特利搭档，在电影《灵魂夹克》中饰演失忆的退役军人杰克。他是《午夜巴黎》中的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也是《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的德米特里，也是韦斯·安德森新作《法兰西特派》中的艺术品经销商。尽管有着影帝的头衔，但私下的布洛迪低调淡泊，演戏真正成为了他的工作，上工卖力，下工自由。他和普通市民的区别，也只不过是身边多了些想合影的人。我很喜欢塑造与社会有关的角色，包括一些夸张剧烈的角色，但这不是我唯一的灵感和重心。我的目标一直遵从一条明确的路，就是做个艺术家，并且去冒险。我们需要成长，去逼迫自己踏上旅程，接受挑战。成为艺术家是他一生的心愿。安德林渐渐地淡出了好莱坞的大屏幕，他第二次沉静下来，开始重新投入到小成本的表演中。尽管这些电影的水平有参差，但他的演技却一直是影帝的标准，超脱离那种丧到骨子里的冷彻，默默承受着自己的枷锁与牢笼，诠释着人性的孤独与敏感。蓝调传奇里，结尾时昂毕斯唱着歌，他背对着走出门的那一刻，用背影都能演出了无限的情绪。安德林在这种小角色中继续发挥着演戏的热情，一年或许一部，有时也打个酱油。
他喜欢画画，便全身心投入到了艺术的海洋，成为了独立画家。蓄起长发，留起胡子，享受着艺术家生活，画得好坏与否只取悦自己。他喜欢中国文化，加盟了1942，以一个奥斯卡影帝的身份来跑龙套。第一场戏就被冯小刚 NG 4次，每当冯小刚眉毛一皱， NG 说了一半，布洛迪便一脸抱歉地主动去听导演说戏，温和谦逊的表情没有一丝怪诞。他热爱香港动作片，主动联系上成龙，连剧本都没看就答应出演天降雄狮，邪魅不堪霸气凛然的王子形象完全是亮点般的存在。为了自己喜欢的事可以竭尽一切，这是布洛迪一生的信念。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性格正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也证明他多年前对记者所说的，他不会成为任何人，他只会是安德林·布洛迪。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